自从玉燕回来后，您就一直愁眉不展的。一心想永成出挑，可如今又怕他太出挑了。他怎么能表现出对野马习性的熟知呢？皇上最是疑心，如今对永成也不如从前那般喜爱了。您别太担心了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永璇呢？八阿哥永璇在哪？不是在偏殿睡觉吗？你看我。不行，光一个永成还不够，永璇也得讨皇上喜欢。本宫的3个皇子里，必须得有1个是太子才行。那你也得先顾着4阿哥吧，毕竟4阿哥最年长。本宫得给王爷写封家书，让他勤俭执政，竭尽所能的为大清效力。家书出去前，皇上定会过目，他肯定会明白您和母族的心意的。只要皇上认为御史忠心有用，就不会怠慢我们母子。我还要让王爷请求皇上，让皇子出使御史。若皇上派了4阿哥最好，这样4阿哥就能和御史亲近；若是不派4阿哥，那必定会派5阿哥。若是派了5阿哥，那他就自求多福了。皇上，您梦魇了，怎么了？如意，哎，方才朕梦到了永成，梦到了朕独自入林遇刺那一日，那2支冷箭到底是谁放的？到底是谁要害了朕的性命啊？那件事儿，傅恒大人不都已经仔细查过了吗？没查到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那日是一匹野马引朕入林的，而今日朕才知道，原来永成善于引导野马。皇上怀疑永成啊？这皇位在上，本就难保父子之情。那日凌云彻来救朕之时，明明看到永成骑马在朕之后才入林的，可他为什么没有出声寻朕？这险情一出，他立刻赶出，时机这般凑巧。况且，朕也知道嘉贵妃母子的心思。当初嘉贵妃对后位有多热切，永成对太子之位就有多热切。朕已经派人去查，永成当日的行踪是否如凌云彻所言。若是永成真拿朕的安危来讨朕的欢心，那他就不配做朕的儿子。是。先别想了，明天还得上朝呢，睡吧。啊？来。这回朕要你秘密跑了一趟木兰围场，你事办的怎么样？奴才谨遵皇上吩咐，表面巡防了木兰围场，暗中仔细查访了当年行刺之事。你暗访的事情没露任何异样吧？没有，奴才细细查访过。当年凌云彻为克嫔娘娘遛马，应是漫无目的的才闯入林内。而当时确实有人看见皇上入林时，4阿哥也紧跟着进去。在这段时间，大概4阿哥去的是皇上的方向，
所以皇上一有险情，四阿哥立刻赶出。这林子那么大，永成入林之后，未曾出声，是否是在寻找朕，还是等朕涉险，再去救人？此事奴才实在不知，只有四阿哥自己才知道啊。那永成马场之事呢？四阿哥的确熟悉野马习性，也喜驯马，常在马场逗留。好，朕知道了。你去传旨，凌云彻护驾有功，封他为御前1等侍卫。这。皇上，傅恒与刘统勋求见，准格尔又生事了。如意，你瞧瞧，嘉贵妃给御史写的家书，里面极尽忠心所言，还要御史一族竭尽所能地效忠朝廷。如今，御史族内回信了，除了请安谢恩，还要朕派皇子去巡视御史。巡视御史。皇上想好了派哪位皇子去吗？派永成去呢，无疑是让他亲近了御史。这永琪啊，年纪虽小，但行事稳重。朕在考虑是不是让他去。其实宫中皇子就这么几位，难道御史不会想到皇上会派哪位皇子去吗？你的意思是？他们猜中了朕会派哪位皇子，然后有所筹谋。正如皇上所言，若派永成前去，自会让他亲近母族，助长外戚势力；若派永琪去，嘉贵妃不喜永琪，御史岂会喜欢？再说山高路远的，永琪要是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，皇上可不好怪罪御史，不得不防啊。如意啊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这既然如此，朕就派咸亲王去出巡御史吧。咸亲王见识极明白，就算御史有不轨之举，也逃不过他的眼睛。是啊，若是御史真敢如此的话，咸亲王也可借机敲他。皇上圣明。前些日子，朕派人在查野马入林之事，这永成的行迹可疑，背后必定少不了嘉贵妃的指点和御史的支持。朕打算让他出宫开府。总之呢，离嘉贵妃越远越好。是。给我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，玩吧。永琪呢？放这儿。五阿哥在里边用功呢。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长土死。皇额娘，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快起来。皇额娘请坐。你的字写得越来越好看了。皇额娘，昨日皇阿妈召见儿臣了。皇阿玛跟你说准噶尔的事啦？皇娘如何得知的？你方才读的诗是细君公主的《黄鹄歌》，虽未直言边塞事，但句句事关边塞，更是提及了为家国远嫁的公主。儿臣惦念姑母，皇阿玛也是十分思念姑母的，所以儿臣已经向皇阿玛进言，既然达瓦齐不思姻亲之意，如此不逊，那皇阿玛也不必再姑息了。不如为了大清安定，对准噶尔用兵，也请姑母端书长公主还朝，如此也可全皇祖母和姑母的母女之情，皇阿玛跟姑母的兄妹之情。永琪啊，
你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你皇阿玛也是知道的。以前皇额娘让你韬光养晦，以待来日。如今你的时日来了，要好好珍惜，替你皇阿玛分忧。但是，也得谨慎行事。儿臣明白，儿臣一定谨记皇额娘的教诲。准噶尔达瓦齐藐视朝廷，心存逆反，不愿顺服。朕决议不再姑息，命两路进兵，征讨达瓦齐。是。巴林部亲王熟悉准噶尔，可指挥作战。再命巴林部2000将士参战，早日平定准噶尔之乱。皇上圣明。皇阿玛曾让儿子在兵部学士，如今对准噶尔用兵，儿子居然不知。皇阿玛是不打算用儿子了吗？先别着急，我怎么能不急啊？这2个月来，皇阿玛多番赏赐三哥和五弟及他们的生母，我与额娘无人问津。而且额娘所说御史要求皇子巡视，皇阿玛居然派了贤亲王去，根本没动我和五弟的主意啊！皇上此次安排确实在咱们意料之外，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永成，不是额娘说你，那日在御苑你也太不小心了。那天你对那些野马亲近，怕是皇上起了疑心了。儿子只是想在皇阿玛面前表现表现，皇阿玛这就对儿子起了疑心了。算了，也许是额娘多虑了。不过咱们此前的安排算是全白费了，只能日后再做打算。对了，永成，王爷那边传来口信，让额娘给你找个福晋，寻门得力的亲事，以作后援。李公公到。奴才给嘉贵妃娘娘请安，给四阿哥请安。啊，李公公怎么来了？皇上有旨，传皇上口谕：四阿哥永成早已成年，命即刻出居宫外府邸，无事不得入宫。额娘，李煜，你可别传错了旨意。这皇子向来都是成婚封爵，给了府邸之后才吩咐的。永成还尚未成婚，为何要搬出宫去？皇上圣意，谁敢质疑？您呐，听奴才宣读完皇上口谕啊。8阿哥永璇即日迁往协芳殿居住，11阿哥永兴年幼，暂留启祥宫悉心教养。此事为何如此仓促？皇上之前从未提起。皇上圣意，嘉贵妃娘娘，您遵旨就是了。奴才告退。额娘，永成啊，咱们是遭人算计了。皇上这是多嫌弃咱们母子。是谁？额娘，是谁在害咱们呀？姐姐的针脚啊，越发精细了，公主一定会喜欢的。看着孩子们都好，臣妾心里呀欢喜得很。永璋和五阿哥在皇上跟前议事，五阿哥懂得尊敬兄长，如今皇上对永璋也温和多了。永琪年幼无知，是三阿哥做哥哥的提携他罢了。兄弟之间能够和睦，是皇上最欢喜的。这些日子倒不见嘉贵妃。嘉贵妃颜面尽失，不肯出门了。皇上挪走了8阿哥，又让4阿哥出宫，分明是嫌嘉贵妃教子不善。听说这些日子，就连4阿哥往启祥宫请安，都要先报知皇上，可见皇上心里是有多忌讳了。
谁？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奸险之徒，有本事躲在后面，明刀明枪的冲我来呀！谁？主，怎么了，主？李贤，外面有人，快找人进来，快去！外面没人，主，我刚从外面进来。快，来坐下。没人，没人，侍卫都守着呢。来，快坐下。真没人，真没人。到底是谁要害我们母子？皇后、纯贵妃、玉妃还是令妃？主，您好几日都没休息好了，奴婢去请太医吧。太医有什么用？人心坏了，还不如狗呢。李贤，许妃妹给我找些狗来。狗？对，主，你要狗做什么？在这个宫里，没有人可以帮我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还不能找些畜生看家护院吗？快去！快去啊！是。我不能出事，我不能出事。主，奴婢替您寻的这些狗都是品种俱全、聪明机灵、十分护主的。好，就让这些狗看着本宫，护着本宫，让那些想害本宫的人都休想进来。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唉，本宫养着你们，你们可要照顾好本宫啊！咬死那些想害本宫的人！主，您可别气坏了呀！你看他吃的多好啊！哎呀！哎，这启祥宫怎么成狗窝了呀？没日没夜的狗叫，这主子不对劲，狗也跟着不对劲，成天瞎叫。景四，皇姑娘娘，哎，他是被狗叫吓着了，起初还是脸色苍白，可是你看他现在。皇姑娘，你别着急，我公主只是受了惊吓，微臣这就给她喂安神丸。景四，用开水化开。是。把公主放回床上吧，微臣好给她施针。来，拿下去吧。宫里这么多狗，叫声不绝，吴公主有心症，恐怕她受不住啊。灵芝，你去禀告皇上。是。三宝，奴才在。去嘉贵妃那儿把她的狗挪出宫去。奴才这就去。奴才给嘉贵妃请安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出去！奴才奉皇后娘娘旨意，将您的这些狗宝贝儿带到宫外喂养，免得惊扰了六宫的宁和。你们这些恶人，还不如本宫的狗忠心乖巧。
给本宫滚出去，别脏了启祥宫的地界。可是，您的这些狗宝贝儿，已经闹得各宫不安了。谁敢动本宫的狗试试？本宫杀了他！您要杀要剐随便，可是奴才们的差事，不能不办。你敢？动手，都带走！你们敢？放手！主，放开我的狗！要他们！你们这些蠢狗！奴才告退了。你们这些恶人！你们这些恶人！富贵，富贵，快把富贵牵回去！快把富贵牵回去！快进去！快走！把门关上！关上门！你父王给朕上折子，将准格尔的详情描述得很详细。他是个有心人呐。臣妾的母家与准格尔周旋多年，如今皇上要对准格尔用兵，臣妾的父王自然会尽心尽力。他是个明白人。说起来，皇上最近可在宫中听到狗叫的声音？偶尔听见几声吧。是了，皇上忙于朝政，都没有往后宫里去。嘉贵妃最近老说有人要害他们母子，就在自己的宫里养了好多只犬，就为了防身。后宫就那么大，吵得人都不得安睡。他不自害，谁能害他？自从四阿哥搬出宫以后，他就不大对劲儿了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身边的灵芝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。皇上，五公主被启祥宫的犬吠声吓坏了，姜太医正在忙着救治。皇上替臣妾做主啊！皇后娘娘容不下臣妾也就罢了，如今连几只畜生都容不下，非要逼迫臣妾啊！皇上，你还敢来呀？你养的狗吓着景四了，还不赶紧送走！景四有什么好歹，朕不会容你。皇上，臣妾诚是惶恐，要是连他们也送走了，恐怕臣妾也不久于世了。皇上，我看嘉贵妃真的是得了失心疯，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五公主吧。皇上，五公主的命是命，臣妾的命也是命啊！求皇上怜悯。罢了。留条你最喜欢的狗在宫里，余者全部送走。